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欢迎陈立伟、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持续，我们要来关心到中国大陆的这一场演习——实弹演习。中国大陆24海里的实弹踩线，这一次也要特别来看北京火箭洗地来测试台湾，美国的部分失声成了最大的破口。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这是被视为是史上最近的一次了，24海里的实战的射击，解放军已经把对台开火从示威进一步推升到实战前一秒了吗？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一起来关心，这一次的演习没有用这一些昂贵的飞弹，而是用这种便宜而且量比较大的远程火箭系统。北京是在测试什么呢？台湾的防空系统撑得住火箭雨吗？第三件事情也来看看美国的态度。美国在这一次的大陆的军演，我们可以看到他因为放假，所以也没有做回应，是非常低调的处理。习近平是已经摸清了底线了吗？认为说美国就会在这边看着，也不会多做多管吗？是这样子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赶快来关心到的是这一次东部战区解放军在12月30号的正义使命2025的演习期间，对台湾的实弹的一次射击，国防部已经正式的证实了，大概是27枚左右，落的点。他这边也特别提到，却是比较接近台湾的，也是我们24海里的里面，这是来自于国防部的最新说法，并且证实了是落在史上最接近台湾的地点。好，一共是2波的这个攻势。我们看到第一波是在早上9点的时候，一共是对台湾的北部发射了17多枚的。我们看到这个多管火箭，那么另外一头呢，第2次则是在射击了10枚火箭，那么落区是在台南的西方。这一次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试射的并不是我们所知道这种比较昂贵的弹道飞弹，而是远程的火箭系统。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一款火箭系统，包括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而且呢量是比较大的。以精准度来说，确实不如弹道飞弹，但是它能够结合 GPS 系统，射程最远也是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中国大陆这一次发射了这一种远程的火箭，是趁机恫吓这种远火洗地的能力。比起数量来说，这个飞弹大约是3000多枚的飞弹，这一种廉价的火箭系统对于台湾的防空威胁来说，会不会其实是更大的？因为它量大嘛。委员怎么看？是，我想其实这个问题真正的专家应该是干哥啦哦。那么，但是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当然它有弹道飞弹，它有远程火箭可以用哦。可是关键问题是在于你究竟是要打什么，你究竟是要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恐怕这是他这一次演习之所以要使用远程火箭最主要的原因了。就如果今天你是锁定了我们的机场哦，锁定了我们很重要的这个军事要塞基地，锁定了我们的这个爱国者这个防空飞弹的发射地点哦，那么你当然可能用所谓的这个弹道飞弹会比较准哦。可是问题是，事实上，如果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北京政府所采取的这一次的军事演习，它看起来主要的目的是要演练对台湾进行封锁。那么进行封锁就不是点的打击了，它需要面的打击了。那这个面的打击，你不可能都用这个弹道飞弹，用飞弹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价格成本太高了哦。那么再加上台湾有一定的这个防空飞弹的系统存在。那么你用弹道飞弹，一旦如果被防空飞弹打下来了，对他们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可是反过来讲，如果你用远程火箭，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了，因为我需要面的打击。那么，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值得让我们注意的是，以前他们都在嘲笑哦，说远程火箭不准啊，哦，就用远程火箭打台湾打不准的。可是从这一次你看到，它分2个地点打啊，它从平潭射一波，从泉州射一波，它这2波都进入了24海里之内，所以某种程度来讲，这2波所射出来的这个远程火箭都可以证明他们的精准度有大幅的提升了。那我说，如果你是打面哦，跟打点不一样，点要非常的精准。可是打面来说，你只要能够覆盖在这个范围之内，达到这样的这个打击跟歼灭的效果，你的功能就达成了。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因为我有这么多廉价火箭，我有这么多这个远程火箭，我不用，我干嘛闲着没事杀鸡用牛刀，对你所有的目标都采取用弹道飞弹的攻击方式呢？因此，在这一次的这个演练过程当中，我认为它最主要要展示的就是告诉全世界，告诉台湾，告诉台独分子，我光用远程火箭就可以封锁你的港口了哦。那么接下来，如果我再用我的弹道飞弹，那么就是要做精准的目标打击了。好，确实这一次国防部也特别证实说，是落点是史上最接近台湾的哦。就算是靠的是这种火箭系统，那干哥又怎么看？只剩下24海里这一件事情，在背后的政治意义上，您要怎么解读？他这次其实真的这个是实弹嘛，那大家就看到实弹的确已经打到你的家门口了。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说，从北方的那个17枚火箭弹这个火箭弹我要先介绍一下，它是什么？它叫做。它也可以称之为火龙火龙火箭弹。那端看它是携带什么样的那个装药来决定，最远可以达到300公里之外。大家知道说，从那个福建的平潭打到新竹的南寮渔港，最近的距离只有多远呢？就127公里而已。台湾海峡最近的地方就在这边127公里，那它的射程有300公里，那它绝对可以覆盖。也就是说，它在福建平潭的基地就可以直接打到这边来，那这个叫做远火，也就是说，中共的就说远方箱型火箭部队，像这样子的部队是师承于2次大战史达林的多管火箭，也就是史达林的风琴，它叫做卡秋莎火箭，也就是当时在史达林格勒之役的时候，端靠这些火箭就是说阻挡了德军的攻势。其实德军出动100万部队是要包围了史达林格勒，后来被朱可夫的部队，也就是当时的苏联的元帅朱可夫动用200万部队反包围起来。那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卡秋莎这种多管火箭。苏联是卡秋莎这种多管火箭的发明者，也是就是革新者，一直革新到现在。那像这样子的武器系统，不但在战后被苏联不断的改进、发扬光大，变成龙卷风系统，现在最新的。那 PCH 191就是中国仿制那个俄罗斯，但是现在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在性能提升之后，已经完全自制了，已经没有苏联技术成分在里面了，也就是它自己提升了，就有点像我们国军不是有雷霆2000吗？听过吗？我们有雷霆2000，我们的雷霆2000的那个作用也是跟这个 PCH 191是差不多的。那这次真的已经发射了，你从北方射来的17枚，它已经抵达了距离台湾129公里的北部海面，从南方射来到台南西方的海面已经到了92公里。也就是说，我可以告诉你，我随时可以打到你家门口，不是打到你家门口，而且打到你家里去。那多管火箭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以为以前的多管火箭都是用打一个面，对不对？对，其实老实讲，现在还是打一个面，但是它今天都有带着 GPS， 对，已经不再像是以前，就是大概打一个区域这样子，有点像火炮，因为火炮是不准的，可是火箭呢也是不准的。可是现在我们的火炮跟火箭弹都有带 GPS 系统了，它仍然不像这个战术飞弹那么准确，可是它已经能够涵盖这个面的话，就像刚刚委员讲，如果今天我已经锁定你的乐山这个雷达长城那个雷达系统的话，那我用火箭炮也是可以达到的，而且它的单价只是飞弹的1/10到1/20而已，只是它要发射多枚去覆盖。所以这次我觉得对这次共军已经对这个演习也就是正义使命2025这个演习我觉得因为不在我们的城区都会区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感受不到，但是在外海，其实老实讲一句，我们的军方、我们的海军的感受是很强烈的。为什么呢？因为军舰已经开到你的门口，然后火箭炮已经达到，这个已经太近了。我坦白讲一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警讯。我觉得海峡双方都必须要去好好深思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两个都是兄弟之邦，而没有坐下来谈的话，像这样子的挑衅只会日复一日、日甚一日。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台独势力，你自己要去想一想，
将来你还要再破坏两岸的和平吗？而且这24海里，其实我觉得代表了很大的政治意涵。就是第一个，以前对台湾来讲，海峡中线是我们的这个防卫基准线嘛，过海峡中线我们就视为这个侵略行为了。对。可到现在呢，海峡中线已经没有了，已经完全被没收了。是。然后我们的交战守则也再也不提海峡中线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现在退到24海里了。24海里就像刚才干哥讲的，大概就是40-50公里的地方了。对。24海里已经是逼近我们的生存线，这个发展的这个最重要的底线了。再过24海里呢，我很好奇的是说，这一次到24海里，下一次呢？下次到20海里的时候，你要不要动手？你要不要交战守则？到了15海里的时候，你要不要动手？当它越来越逼近的时候，由训转战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高了。那个时候，台湾根本就是无险可守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演习的实弹演习已经射到非常的近，几乎都已经到了家门口了。在此刻哦，为什么中国大陆要发动这一场演习？除了警告包括台湾吗？还是警告日本？还是美国呢？其实也有做一个分析，这是来自于华府智库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一位研究员他直接做了一个分析，他说真正的目的就是希望美国在这个时候能够做一个最低限度的回应，尤其现在的时机点刚好，美国不是人都在放假吗？现在放这个圣诞假，放新年假，所以他想要试试看，说让华府在这个时间也很难迅速的回应哦，也让大家看到说，尤其这个北京跟这个美国现在正在所谓的互利美中经济的关系，川普此刻正想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4月前可能访中之前，白宫是不会愿意为台湾来主动升高冲突的，借此也削弱了全球对于美国的信心。这样看起来，是不是解放军真的已经达到如此的目的了？汉庭又怎么看？所以这不仅仅是大陆对美国的测验，更是一种精准的战略定型。当然了，北京这一次军演3大矛头：第一，日本；第二，美国军售；第三，就是警告台独民进党。那这一次呢，是在欧美的耶诞假期，正义使命，有点符合《孙子兵法》所说的攻其无备。那川普呢，低调回应，对吧？笑着说没事，我跟习大大这个关系很好啊，这个不用很紧张。他已经完全掉到北京设定的陷阱里面了。为了要保住4月访华的面子跟贸易订单，所以美国正在丢掉西太平洋的里子。所以费瑞安学者说，北京要的就是华盛顿的最低限度回应。川普是什么人？极端极致的实用主义者。所以此刻的他，只有明年4月要访北京，明年中美要见4次，未来呢能够拿到让美股继续狂飙的贸易订单。那北京当然知道。所以只要不实质开战，川普都会视而不见，哪怕开战，搞不好也可以被交易掉，这就是阳谋啊！所以北京利用川普不想破局，还有整体美方在看到了大陆93阅兵之后，选择避战为主的心态，就把军事演习常态化、逼近化。所以川普呢，乍看之下，你看这个我们表现沉稳啊，实际上就是把台湾议题给交易掉了。那如果我们从军事科学跟数据的角度来检视，在这一次博弈背后，那能不能够有中美的角力呢？所谓的突袭核心就在于 OODA 的循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的速度差。所以时间窗口的选择，第一个，西方呢现在还是圣诞跟新年假期，是美军全球指挥体系效率相对比较低的时段，人员休假战备等级的调整情报的传递都会比较长。那解放军在这个时刻来动手，就是在实测，就美军如果处于假日模式，那从发现我军集结到做出实质性的军事回应，要多少的时间？那第二呢，当大陆对我们拒止线的推进不仅呢是早就没有海峡中线更是把实弹射击区就压到了24海里。就表示在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常规导弹的飞行时间也被压缩到了3分钟以内，所以台湾的防空系统这几乎就没有留下一个很有效的拦截窗口。再来第三，为什么要靠各种的火箭雨呢？因为这也是展示背后工业生产链的肌肉，就告诉你这些东西我消耗得起，我生产得起。相较于你美国去提供给什么乌克兰大量的标准2、标准6导弹，你的库存回补期又长。不像大陆这种火箭弹，它就跟下饺子一样，你玩不起。所以川普的误判在呢，他用做生意的逻辑看天下，认为你看这个没事，对吧？我能赚钱双赢。但大陆下的是围棋，
当极限施压成为常态之后，实际上台湾海峡的控制权就已经是北京说了算了。这么多年以来的军演，美方也从来没有靠航母，反而是什么呢？航母本来在附近，然后都绕跑了。所以北京呢，在4月之前也不需要翻脸啊，就只要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让你美国多习惯一下军事演习这件事情，这样就好了。所以美国当然中了算计，而且他是心甘情愿的中计。好，谢谢汉庭。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